乌军的炮火打击。通过无人机引导，乌军找到突破口进行炮击，摧毁了这个渡口的浮桥和大量俄军武器装备。俄军被炸毁的武器装备有一座带式浮桥、6辆 T72B 主战坦克、14辆 BMP-2 步兵战车、7辆 MTLB 装甲车、5辆军用汽车和一艘小拖船。事实上，这样的场景在此次俄乌冲突中比比皆是。3月初，乌克兰就曾发布俄乌在基辅东郊激战的视频。视频中可以看到，画面是从空中悬停的无人机拍摄的，非常平稳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，乌军近期多次动用飓风、冰雹火箭炮系统对顿涅茨克目标发动攻击。有分析指出，无人机引导火力打击已经成为俄乌冲突的一大特点。这种战术不仅乌军在用，俄军也在用。3月22号，乌军炮兵阵地隐藏于森林当中，俄军派出无人机定位之后，多管火箭炮系统立即对乌军炮兵阵地执行了打击。现场视频显示，无人机拍摄到乌军被火力打击后，炮兵阵地多点爆炸，被浓烟覆盖。特约评论员石红观察指出，无人机无疑在俄乌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，双方都利用无人机发现对方目标，随后通过数据链回传到后方指挥部，以此精准掌握对方动向，制定相应的作战方案。无人机如果是飞得高一点它的噪声呢很小，很难发现，飞行速度呢相对来说又比较慢。特别是像4旋翼无人机，它还可以在空中进行悬停。这个呢就使得呢它在侦察监视方面能够发挥呢比较大的作用。另外一方面就是校射，校射呢就是指的是对炮兵火力去进行引导。因为无人机的话在空中它站得高嘛，就看得远，你打得准不准，现在偏差有多少，那这个呢根据无人机所发回来的信息，炮兵呢就可以不断的去进行修正，使得呢炮弹呢打的是越来越准。那么还有呢就像进行攻击，那主要就是挂上制导弹药或者非制导弹药去打击地面目标。随着技术的发展，无人机在战场上的使用越来越频繁，而总的来说，承担的任务主要包括充当诱饵、空中侦察、空中打击3个方面。像美军呢，在越战之前，他就使用的这种无人机进行了防空作战嘛，进行演练，模拟的对方的空袭的兵器，比如说像巡航导弹、像飞机这是最早的无人机的用途。然后边呢，就给它装上了光电侦察系统，让它呢可以在战场上去执行的侦察任务。那么在越战之后呢，美军呢就开始研制更多的这种无人机，把它的任务进一步的扩展。比如说像充当诱饵，像1982年贝卡谷地作战的时候，那以军呢就是利用无人机先充当诱饵，引诱呢叙利亚军队的防空系统雷达开机，他把频率呢获得之后，然后呢用反辐射导弹用空地炸弹进行打击，那使得呢以色列空军取得了巨大的战果，一举呢就摧毁了19个呢叙利亚的防空导弹连。这个呢是无人机在战场上呢最精彩的一次表现。过去的2个多月时间，在俄乌冲突中最受瞩目的无人机当属乌军的土耳其制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。乌军经常公布 TB2 无人机对俄军进行打击的消息，在俄国防部的战果通报中也特别标明击毁 TB2 的数量。因为这款无人机呢，它是可以呢携带呢精确制导的空地导弹的，打击了俄军的地面装甲目标。那这个从3月份到现在为止，经常可以看到的，而且效果呢很明显。在不久前呢，还是蛇岛争夺战中，乌克兰军队的使用的 TB2 无人机是击毁了俄军的2艘的巡逻艇，还有1艘的机械化登陆艇，这是打击的水面目标。这就可以看出来，土耳其制的 TB2 无人机的攻击能力是很强的。值得指出的是，从媒体报道的视频和照片可以看到，除了军用无人机以外，乌军还大量使用了4轴民用航拍无人机。观察指出，乌军是从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开始使用4轴民用航拍无人机，没想到却发挥了不错的效果。8年后再度启用，规模也变得更大。